刹车油都已经干掉了，刹车油干掉之后就这样子油垢颗粒的，稍微处理一下，把那个整个盖子刚刚的地方给它抛亮抛光，对，把一些受伤的地方处理掉就好，超漂亮。重新喷漆之后跟新的一样了。对，就整理过。好，你看有没有这么亮？所以哦，这个没有定期换的哦，来我们比你们还要害怕。真的拆不下来，最悲剧的是什么？因为螺丝拆不了，换不了油，对，要换整个总泵，这真的大家也是受不了啊。嗨，你好，什么样的保养？对，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 Z300。Joymax Z300 这台车的这个刹车油卡钳保养，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延续，大家好，我们延续之前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每15000公里要做一次这个刹车油的更换跟卡钳保养。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刹车油这种东西其实是蛮怕水汽的。好，那原则上台湾这种高温潮湿的这样一个气候之下，这个刹车油很容易就是会变成说，变质啊，然后或者是用久了之后，它总是因为你只要刹车，它温度就会升高，你放冷却了，它就是降温，就跟我们换机油意思一样，有冷有热，有冷有热，那它们一定会慢慢的就是变质碳化，越来越黑，或者是越来越深色，失去了它原本这个刹车油力道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一样来展示这个 Joymax Z 这台车。那我们来换它的那个前跟后刹车油跟卡钳的这个保养。然后卡钳里面难免用久了之后，刹车来硬片的粉尘也好，路面上的粉尘粘附在这个活塞上面，它导致这个活塞在作动上面会比较卡，比较作动不良。那我们在这一次，我们就顺手在更换刹车油的过程之中，把它做一个清洁。让这个卡钳在作用的时候会比较顺利，刹车的力道也会比较精准到位。好，那我们开始吧。来，我们就先也不用刻意，我们就先从前面的这个刹车油开始做。好，首先我们就先拆解这个所谓的刹车油缸哦。刹车油缸其实就是在这个刹车拉杆旁边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在按久了之后，它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里面的刹车油因为随着这个刹车来鳞片越来越少的时候，它油也会越来越少。可是怎么看呢？很多人都误会，我们把车手摆正，然后在那边看，其实不是，我们应该是要把它这个刹车油缸摆成一个与地面呈现水平的状况来看它的翼面的高低。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其实它翼面已经比较低了，它低于就是低水位的那种低油位的标准，所以代表它的来鳞片也消耗掉一部分。对，来鳞片已经消耗到一部分，所以我们等一下拆卡钳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它是不是来鳞片已经到达这个临界点，要该更换了。那我们当然我们就先把这个油缸打开来，把这个上面油缸的部分的油做一个就是抽吸。很紧，很紧，这相当紧，久才拆一次。这边有点挡到那我们就把它拆掉，要把它拆掉。我们可能要先把横杆拆掉。应该是只要松掉，把那个颠过去就好，把那个转过去就好了，应该就可以散开了。这样，这边也是先做。其实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刹车油还是要做一个定期的更换。我们都只记得换机油、换齿轮油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内容，可是其实刹车油也蛮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又多了这个 ABS 的这个主要的电脑控制的总泵那如果说刹车油它已经退化了或者是变质了，
那相对的里面的含水量过高，那含水量过高的情况之下，你就很容易造成它那个ABS 总棒的活塞堵塞哦，久而久之 ABS 的电脑的那个活塞总棒可能就会挂掉哦。好，那我们就来看，你看它这里面的这个油面的异味哦，就蛮低的哦。好，这是一个吸油的一个装置，对，真空吸油的装置。好，我们现在把上面的油缸已经抽干了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下面卡钳的部分。卡钳哦，它这个是对4的活塞哦，有1、2，然后另外两边还有2个，所以1、2、3、4个活塞。哦，所以说它就是有2个这个卸油的螺栓。我们把它打开来一点哦，这样比较好看。这样。吸油工具再次出现。哦，为了等一下不要有太多空气跑进去，我们用就是抽换的方式，这样子比较有效率。那我们把阳取好。那我们先把上面的油缸加一下。哦，一边加一边抽。对，这样子才不会有太多空气，我们要排太久这个问题。好，我们趁这个阶段来稍微移一下角度，把它加满，这样不好加。找一个比较好加的角度，等一下，因为刚好有一些改装品。好，来已经到达比较满位啊，那我们来抽吸。我们可以从上面去观察它的异味下降的程度。好，差不多。好。一般来说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跟计算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油缸大概3缸的这个量，我刚刚已经下去1缸我们大约3缸的量，就可以把它那个油管里面的油整个换掉了。当然我现在讲的是第一个活塞啦，就是第一对活塞好，我们再继续它是它分开抽我们就把它分开抽，油慢慢在下。好，这样完成第2缸，我们再来第3缸。好，下面这个油压缸已经配合上去之后，卡钳的第一对的这个活塞的部分我们已经抽干净那我们现在再换上面的。所以是因为对挤它就几个那个口，对不对？对，它的设计是如此它有的是只有设计固定一个那个卸油螺栓而已。对，然后它刚好设计2个，2个对应不同的那个油棒是吗？对，活塞。对，对应不同的活塞点。我们来看上面这一个，一样把它塞进去。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下3缸，就是被抽换3缸。好，我们来继续添加。好，来第1缸哦。好，我们就连续性的来抽哦，我们就看着这个油缸哦，就直接1缸慢加慢对，就顺着把它加下去。刚刚就是1缸1缸示范，那我们现在就是顺着加，现在是第2缸。哦，当然我们要连续这样子，就是抽换油，我们就不要让它流速太快，我们就慢慢的哦。哦，可以调整它的流速，对，这个工具可以这样调整。好，到第3缸了。好，这个第2组的活塞哈，我们也把它抽干净。好，来，我们把上面的那个油缸盖，来，我们稍微移一下，移到比较正位的位置。等一下，我们先这样子，大概是8分满。我们先盖起来。我们等一下就是把卡钳做清洁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回推卡钳，它这样可能如果你没盖好的话会满上来。会流出来。对，所以我们先把它盖起来，然后最后如果有换到来鳞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说，到底这个油还需不需要再做一点添加，才不会说太多或太少。那之前不是有遇过那个清洗那个什么，还要离合器拉杆要拉很多次，那是什么状况？那个时间点，因为就是我们没有用到那一组设备，现在有的那组设备的话，它抽真空的速度就快很多。就不用跟这个跟上设备关系，对，这个设备就是更好，那吸力更强，吸力更强。那这样在排空器上面，它会变得比较快，也比较完整。这个没关系，不用锁到很紧，因为对，我们等一下还要另外一边还要用到。对，我们等一下还要再继续。好，来，小，我们试着压压看。它其实还是有就是有一点刹车的拉劲。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要就是让它的刹车力完全回来，因为毕竟我们还要清卡钳。好，来，我们把它移过来。接下来我们把它升高了哦。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卡钳拆解下来。这是那个，这是 ABS， 没错，是的，它是 ABS sensor。对，我们可以看得到来鳞片，它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等一下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更明显。刚刚卸掉的那个刹车油啊，然后粘附在这上面，我们先把它冲洗掉，才不会影响我们做清洁。好。所以真是好的工具省很多时间。是。好，我们
将这个刹车片拿出来看。其实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那个刹车皮已经没有那个沟槽了，中间那条排泄的那个沟，排泄线已经不见了，表示它已经就是磨完差不多了。对。那它活塞是两边都有活塞吗？还是一边是平的？两边都有活塞。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到哦。那它这个蓝印片一边磨比较快，一边磨比较慢，是因为那个有时候其实像这样一个对式的卡钳，你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是要做一个卡钳保养，让它比较不会说，有一面吃的比较少，或者是过多这样的一个现象。要对调吗？不用对调，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把它里面一些污垢清掉。是污垢的问题。你意思说那个活塞的部分要清洁？对，活塞里面一定要做清洁。那这样它两边出来力量就差不多。对，要让它均匀一点。那我们看得到，就是像这个车主，他其实原则上他在刹车的时候，他的在力道上面并没有说就是变得很不平均。当然它稍微有点不平均而已，这还在就是可接受的范围内，并没有到说完全磨到就是说很不平均的程度。不会说上面那个磨到底了，下面那个还没磨到底。其实你这样一比下来一看，它这两个是很接近的，对，他们两个的这个厚度还是很接近。你看下面这一片，也是一致的，有没有？很接近，不会说有一片厚到不行，然后另外一片薄到不行，没有这样子，所以还好。好，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卡钳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1个活塞、2个活塞、3个活塞、4个活塞，所以这是对式的卡钳。这叫对式。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把它里面这个污垢刷刷洗洗。那所谓对二就是一边有卡钳，一边有活塞，一边没有活塞。对，是的。为了比较好的清洁方式，我们拿一下这个清洁剂。其实难免在车在路上跑，一定会有很多粉尘啊、油垢啊什么的。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活塞旁边的一些粉尘油垢洗干净。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就是试转一下这个活塞，它的灵活度如果不够的话，像有一些老车那种就是骑5、6年啊、10年以上的那种老车，你就发现那活塞又卡又紧，所以说呢，就是会把整个卡钳全部做一个细部分解。全部把它分解掉，就所谓修理包，对，然后就会把它里面那个油封啊、活塞啊做一个更换这样子，然后油道做清洁。那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还只是很基础的保养方式，就是只是把这个活塞周遭的一些我们平常根本就清不到，你就算洗车也洗不到的一些程序，我们就把它洗一洗、弄一弄。这边周边这种连针胶胶，好，换面来看看，这一面也可以更明显的看到它这个活塞有4个。它的活塞好像一大一小，对不对？对，上面是大的，下面是小的，这样子。所以应该是先推小的出来，再推大的这样。其实它原则上都是很均匀在推啦，因为它是同时做动，它不会说就是还要分开来，谁先谁后，没有那么那个，就是分开这样的方式。应该这么说，小活塞的压力比较
它虽然接触面积没那么大啦，可是在它的设计层面上面，他们的毕竟它刹在同一个碟盘上面，它一定要有一定就是等同的力道上去啊，要均匀啊。刹车这种东西很着重均匀这件事情，线性。对。这样你看，我们清过之后，它里面干净很多哦，亮晶晶哦。好，我们再用洗涤瓶把它冲洗掉，金光闪闪。没错，等它干燥之后就 OK 了。好，你看这样洗下来蛮脏的哦。很多时候不洗不知道，洗了之后你才发现怎么脏了。平常卡很多，平常也洗不到。对，这个15000公里做一次其实刚刚好。店长用过这支牙刷，现在就红起来了，开始喊价。天哪，这个5000起跳，太夸张。其实牙刷是最好用的。对啊。有观众可能会问这个是什么清洁剂？清洁剂吗？没有。黑手牌。这只是一个洗手粉。黑手牌洗手粉。对，这只是洗手粉。因为这种东西不需要什么很利的那种，就是药水啊什么的啊。因为毕竟它只是粉尘啦，它并没有什么油垢，这地方不会有油垢。你要想这个卡钳的地方里面有油垢，这样子，这刹车怎么会灵呢？这就有问题了对，所以说都是粉尘。你说油垢不多，那为什么要用洗手粉？洗手粉里面有一种就是磨合的这种成分，然后类似那种细沙这样子。那对于上面一些可能久而久之咬在上面的那种细的粉尘，比较好把它比较好把它刷下来，有点像刷牙一样，牙膏里面要有那个一点点那个研磨的成分，对对对，清洁用，是的。好了，等它晾干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是再把卡钳的活塞再上油，然后加速晾干。我们用喷枪加速一下，先把周遭的一些残余的水分弄一弄。好，来吹枪吹一下啊！再来就是要润滑那个活塞，拿出专用特工，对，润滑活塞的工具这样清洁起来这个看起来也蛮舒服的那我们1、2、3、4 4个活塞，但在这个活塞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微微生锈的地方，那我们就是稍微看它能不能刮掉。那它这样算是还 OK 的。我们稍微用布，再把这个活塞清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没有活塞整个亮起来，亮晶晶。对，整个亮起来。好，这个时候靠转向的工具，把它转的方向。
先把一边压进去，我也会压进去啊，然后一边就可以拉出来。对，我们倒是没有拉出来，我们就转方向。哦，转方向。对对对，这个拉出来的话，我们就整个刚刚灌的油就失败了，就再弄一次。有没有？用力用这个布把这上面比较压刷不下来的成年老垢，把它弄下来。我看这样子，亮晶晶，亮晶晶的，再来。毕竟刹车皮啊，或者是在路上跑的一些尘屑啊，有一些是属于是那种金属的一些粉尘那它可能会附着，因为静电的效应附着在这个金属表面这种活塞上面。我们稍微把它抠下来。好，你看这个第一个活塞，我们已经转了4个面我们就把它擦得很干净好，你看有没有这么亮？甚至最后一点点还没擦到。所以一样的方式啦，我们4个活塞都会特别的帮它加强一下。好，第一个好了好了之后我们就会加一点润滑油上去。其实它这个车主使用上面来讲的话，它这个活塞是蛮健康的因为我们轻轻一转就转动，有的那种嘎绷紧就根本转不动，那就表示说它里面那个油封已经裂化了，就硬掉了，或者是说里面的那个刹车油不知道几百年没换都成年老垢变成油泥那导致说你这样子就是造成那个油封变得很卡，或甚至胀大这样子，然后就变得很不健康。你看我们现在这样转，每一个转的角度都很顺那原则上就是它这样就很健康。好，健康到我们轻轻手压，你看我们用手指头压，慢慢压，它都可以顺顺的下去。没有，它就顺顺下去。好，我们先把这边压进去。好，压进去之后呢，我们因为它上面还有沾附刚刚的润滑油，所以说我们就是再顺着让它转一下。转这个意义是什么？跟这个活塞的接触面有一圈油封让它就是比较 smooth， 可以吃到那个润滑油。对，润滑的油。好，那这样第一缸就完成了那第一个，那我们就把刚刚它旁边周遭的一些还擦不到的这角落再擦一下，来，我们带进去镜头看一下是不是就超干净？在这个地方它的周遭啦那难免这个活塞的这个凹槽里面一定会有一点生锈或什么的，可是它不影响刹车的一个状况，不影响功用。对，不影响功用，我们就角度也弄不到那里，我们就暂时不理它了那我们就换另外一边。那另外一边呢，为了要让它比较出来一点，我们比较好运作，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挤出来，来按刹车。轻轻的有没有就挤出来了？有出来了。好，这样我们也比较好施工。那一样，刚刚的动作再做一次，用我们的布再把这些成年老垢搓下来。又是亮晶晶在转向。对。有人说看这个影片很有疗愈啊，把它弄干净这样子。有没有亮亮的 ？bling bling。对呀。这大拇指要很有力，才推得动。它上面那个成年老垢。
有人问过说，一定要用什么耐高温什么油吗？还是？其实当然就是你如果用耐高温的那个，就是这种卡钳在用的那个油哦，其实更好啊。那不过其实说穿了这个里面主要是要强调有一种成分，就是硒这个成分，只要有硒这个成分，它这个在润滑上面就很有它的一定的那个润滑效果。好，我们就每一面都涂均匀来了，好，再来就慢慢把它压回去。有时候压太快的时候，它可能另外一边就喷出来了。为了预防万一下面掉出来，所以我们先卡一个来鳞片。对，先卡个来鳞片在下面。这是那个活塞推进去的一个小工具，把它推平一点啊。有时候如果我们推不到底，表示里面的油比较满。油比较满，所以我们就把它推，你看平均，这样就很平均，推平均就好。我们等一下那个新的来鳞片比较好上，或者是说等一下检查一下上面异味会不会太高，如果异味太高，卸掉一点，要抽一些。对啊，你如果放太多掉，又很尴尬啊。你到了那个刹车皮用到快没有的时候，你会油不够，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预留一点点在这个里面，好像这样子。好，换下面啦。等一下后面就没那么复杂，后面的那个活塞就是没有那么多。没有像现在4个活塞。对对对。就不用再出来。剩这一个了啊。好，顺着回去了哦。好，我们把下面2个都推到底，就上面这2个已经压不进去了，表示这个油上面应该比较多，所以我们稍微把它放掉一点。那要先把来鳞片看一下吗？还先不用？先不用，我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还会再就是调整那个油量。直接从这边抽。对，这样就可以啦。好，原则上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活塞这边上面没办法推到底。好，没关系，它至少保持一个很均匀的状态。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上面油压缸并没有打开，
它可能就是这样顶在那里，有一个真空效应。所以说，至少我们现在这样子要放新的来鳞片进去是 OK 的。哦，那我们等一下把它放完来鳞片之后，再从就是下面做一个就是卸油这边，然后上面又开油压缸的盖子，然后再去做微调。慢慢把它调整一下。有，它刚刚那个空气比较多一点，稍微有点气阻。稍微你看我们现在这样推，它就进去了。基本上都4个都进去了。对，四个都进去了，表示说，我们润滑的这个活动性很 OK， 然后润滑的这个程序上面都正确了。没有问题。好，来，那我们也同时比较看看哦，这个新的刹车皮跟旧的刹车皮差多少？好，新的刹车皮一共有4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取一片作为采样哦，那我们就看到新旧刹车皮，对，原则上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刷干净一点，这样比较容易看。好哦，仔细看哦。黑色的部分是它的底座，然后这个有点浅灰色才是来鳞片最主要刹车的肉，刹车皮。对，所以你看哦，这已经是剩下那最后的薄薄的一点点，对，1/3。老实说，这个沟槽就是用来让你看，就像轮胎的那个刻痕一样。如果当你看到这个，对，当你看到这个刻痕已经完全看不到的时候，那就是最后的1/4了。那原则上就一定要换了，不然再下去会碟盘磨到它这个底座的铁。久了就是只要磨到，对，就会连碟盘都毁掉了。那来鳞片在装回去之前呢，我们这个就是来鳞片，它上面有一个活动的轴，我们也顺便把它刷一刷弄一弄。我们拿去用抛的比较快。现在都蛮那个了。现在是在上那个来鳞片，那叫什么弹片？对，这个算是它的黄片。黄片。对。要把那个来鳞片卡住的那个一个东西。对，以免来鳞片会掉下来。然后现在做那个酸银把它抛光，亮晶晶。那这是它的插销。怎么挑出来？好，插进去。好，搞定了。我看这个来鳞片都定位完成了，这中间就是那个碟盘在走的轨道。好，再来我们就是把刹车的卡钳装上去。好，来，接下来再调一下刹车。我们来先看一下刹车油的液面是不是在满位？还没，它还不是在满位。谢谢。好，它还没有在满位，不过我们先把它压一些下去。那其实也没有，现在是没有刹车的阶段。还要让它再下去，对，还要再下去，要让它有刹车。
慢慢沉下去了。对，现在这样是有刹车的程度，可是它的意面不够，所以我们要打开来再添加一再点，补一些。要把它补到它正确的位置，不然到时候刹车皮越来越薄的时候，反而就是会没有刹车油。所以您建议在多久的话要检查一下刹车油或者补充呢？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那其实车子跟车主在一起是最密切的，不要等到说就是到技师这边来，然后才在看这样子。平常我们因为他做这样透明的视窗就可以让你很明显的检查到，就是我们把它摆到油压缸跟地面呈现一个水平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油量够不够。那像它这样子就是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再做添加。有一些留下来刹车油，我们先擦一下。好，我们现在意面已经添加到这个满位的状态，然后那我们稍微调一下，有点满，对，有点满，好，没关系，就是刻意让它有点满，因为呢，等一下就是我们稍微下面要放掉一点空气，让这个刹车的力道在正确的标准的力道上面。好，那我们请车主来按一下，我们就把它按着。然后我们下面再把它卸掉，连续按着，好，按紧哦，好，不要放手哦。好，我说放手再放哦。啊？我说放手才可以放哦。没有了。对，好，来，意面有没有下降？有下降一点点，还没有，几乎没有。看一下再下一点。我可以压吗？可以，你现在压应该是有刹车的。有，现在有刹车了。好，你再按着，不要放。好，我说放你才可以放哦。没有了，没刹车了。好，放掉。有了，现在又有了。好，这样刚好，它的意面已经就是调整完成。所以现在从视窗里面看不到空气是正常的，对？对，我们等一下扶正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点微微的空气。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在这样的一个方位上面，我们还没把它调整成，就是它是那个跟地面呈现水平。对，来，好，我们把它调整成水平位置。好，其实可以看得到它有一点点气泡在上面，这样就 OK 了。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它其实刚好。来，我们切到镜头往那个角度看过去，在那个就是视窗的那个上面刚好切到。对，刚好切到。你如果加的太少的时候，你那个刹车皮越来越少的时候，它可能会失压，压力不够，对，地位又掉下去了。对。是要先抹一层那个，我们抹一层防水的油在这个表面上面，下一次在拆的时候也会比较好拆。好，油缸完成，来再把它锁紧。好，来，我们移动一下其实你如果把它摆到正位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它是有气泡的。这样就 OK 了。好，前面的话我们再恢复一下就完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接着再做后面的刹车油的抽换，以及那个卡钳的清洁保养。这是那个来鳞片的防尘盖。那为什么有的他们没有防尘盖？久了之后这个塑胶总是
可能破掉啊，或者是裂掉这样子，就喷飞在路上了。我的意思说，像有些进口车他们没有这东西。对，不是每一台车都会设计这个东西。检查那个泄油孔的那个螺丝有没有锁紧，最后盖上那个防尘盖。是的。好，这个卡钳的外观也都 OK 了，看起来好像洗了个澡。好，再来就是把它的这个装回去。ABS 管夹sensor，然后管夹这样子。既然有拆到 ABS sensor， 我们就顺便把它一些上面的粉尘擦一擦，清一清。对，再装回去。还有束线带要束回去哦。好，休息一下，等一下换后半段。好，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后面的刹车油更换跟卡钳的这个清洁保养。好，来，那现在这一段先拆排气管。对。好，来，后面的卡钳它工作的空间比较大一点哦，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好，那我们首先先看这个刹车来令片，这其实换没多久，所以其实还蛮厚的。对，刚换没有很久。然后我们就是把它推开来。哦，它的活动空间真的大很多。对啊，所以它可以展示的样子比较多，然后而且它就是只有双活塞，它不像前面是4活塞。好，那我们再把它这个卡钳的活页拆下来。哦，活页。对，要拿下来，然后它里面这个簧片也拿下来。哦，看起来有没有就很明白？空间真的就很大了。对，大很多。好，那我们再继续帮它洗澡。那后刹车的管子会比较长吗？后刹车油管是比较长的。一样，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卡钳清洗完之后蛮干净的哦，让它晾干一下。好，来一样，我们要吹枪吹一下，你要站在我后面来。
要把它擦亮亮的。对，就把它抠干净。所以有荷叶就没有插销咯。对，它就没有插销，这样就比较简单。其实卡钳的设计百百种啦，好，那就是这个状况都就是符合不同的那种刹车力道的需求。把那沟槽把它清一下。对，因为这个刹车来鳞片还可以用，它还是蛮厚的啊。那我们就把它一些上面的粉尘给清掉就好了，就续用。好，换刹车油。好，你看后面的演示空间非常的大，工作的这个方便度比较高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把上面的那个刹车油缸打开，抽换那个刹车油。在后面先抽一些油出来。然后这样的话，等一下比较好操作。好，高到就是那个，刚好把它拍下来。刹车油都已经干掉了，刹车油干掉之后就这样子油垢颗粒颗粒的。对，可是刚看不是还很多油？但是是在盖子里面，这个是它的那个上面已经干掉，可是水汽太重，油看起来还很多，就对了。对。啊，水汽太重。好，我泡一下，这样。稍微处理一下，把那个整个盖子刚刚的地方给它抛亮、抛光。对，把一些受伤的地方处理掉就好了。好，这条加强一下。你要套水？套什么水？套水。要啊。
泡在水里面磨就好了。加油下去，这后面都要用到四个油缸的量。哦，对，因为它对它的路线比较长。好，下，小心哦。好，这边锁起来。对，好来。帮我按着一次哦，来，好，等一下哦，不要放哦，好，慢慢放掉，好，再一次哦，没有了，好，来，好，你看一下，再压吗？对，再压，看硬度够不够，这样子嘞？对，这样可以，要这个硬度。超漂亮，重新喷漆之后，跟新的一样了。对，就整理过，时间不够啊，透明漆用完了，不然透明漆一层再上去更漂亮。哦，那变得更亮。嗯，就我们其实在整理中古车的时候也是这样整理，不然你这个东西这样子，这功能还在啊，对啊。哦，是真的要锁到那么紧？手锁紧就好了。对啊，所以我等一下那边也要调整一下，手锁紧就够了哈。换边，等一下啊，免得下次。问一下小陈，上一下防水油了，这样子以后拆才好拆。不会咬住，咬成这样子。对呀、啊，它会咬住都是因为那个水，对，氧化。然后那个久了之后，它反正是那个粉粉的感觉，你就咬死了，很惨。它膨胀咬住了。对，比膨胀螺丝更惨。所以哦，这个没有定期换的哦，来我们比你们还要害怕。
所以为什么建议一年要来一次，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不然你真的要拆的时候，真的拆不下来。最悲剧的是什么？整颗，因为螺丝拆不了，换不了油，然后整个总泵，对，要换整个总泵，这真的大家也是受不了啊。如果真的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跟客人讲说，可能没办法换油，你就用到它真的坏掉。当然，这个是以前老车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现在慢慢的工具越来越齐全哦，你有时候就还是有办法拆下来。好，前后都完成啦，那等一下再装回去就好。让我看一下。OK， 好，我们把那个装一装。这个盖子弄完是真的漂亮，弄完跟新的一样。对啊，现在网络上有在卖一种，就那种细胶套，可以把它套起来。哦，对，那还蛮好用的。是给这种方形的那个备用的吗？对，专用的。可是套那个不是还是会有水汽会从那个孔洞？它比较防水，它整个罩住。哦，比如说下雨天的水汽不会进去，对不对？比较持久一点。对，或许人家是1年，它那个就到2年，就延长1倍的时间嘛。对啊，你这个角度要怎么调？这个往前面，这一颗往前面。对啊，反过来。OK， 好，互相帮忙一下，等我一下。你要掉啊？等一下，看一下号码，抓一下哦。这个角度哈。对，就往前的角度就可以了。好。OK， 好，换边。好，看一下这个角度上面应该都正确，会不会影响到？不会哈，没有干涉到就 OK 了。对啊，这个是防风跟防沙粒的。好，那就剩下排气管装回去结束。好，来，我们过来到这边来，我们要把排气管装完，今天的流程就跑完了。那要不要顺便换那个避震器？避震器，对，刚好。等一下，真的有差吗？我也不确定。应该是通用的。通用啦，那只是说里面的阻尼不一样。阻尼不一样有差，好像变比较。新力加后避震器，是的。好，请帮我调第3段。现在第2段。没有，1、2、3，没错，还是3啊？没有，它只有4而已。再那调往这边调，再调1段这样子。好，等一下。原本差点想换那个 RB 的避震器，太软。它是可以调那个，
然后好像调一载比较方便。哦。RB 会比较软吗？会。你要软一点点，是不是？变硬一点。变硬一点。对，还要再调一格。好，换边。OK， 好，脏，亮晶晶。好，完成。是那个束环尾段的那个接口。完成。噔噔噔噔！哦，感谢店长，谢谢，谢谢咯，太好了，终于，我们卡在一个螺丝好久。刚刚那个螺丝哦，那个滑牙，哦，咬死之后变，你要还好你救了我。后来用冲击起司，搞定。果然要有力之人。今天这影片就到这边了，喜欢的别忘记订阅，我们下次见喽，拜拜。